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聊起比较有味道的复古攀爬车型，来自英国凯旋 Scrambler 900。其实凯旋这个厂家挺有意思，几乎每一个品类它都有代表车型。比如跑车凯旋675，街车凯旋青蛙，巡航凯旋火箭，还有攀爬系列凯旋900、1200，还有复古车型凯旋包板 T100、T120等等。几乎每一个品类凯旋都有代表车型，而且凯旋把270度曲轴玩得很溜。就拿这台发动机来说，它是一台并列双缸 900cc 发动机，马力大概65匹，80牛米左右。你听起来感觉这个马力似乎并不大，也不暴力，但是它的发力点特别靠前，并且是一个5档机器。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，它的怠速大概1050转，但是它的爆发点从2000转开始，一直持续到3750转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，它的发力点是要比我那台3缸899更加暴力。真的是想不到它那台 1200XC 得有多爆。我觉得普通摩友玩这台双缸900已经足够玩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辆车。首先，这是台2020年的 Scrambler 900，它的产地是印度。截止到2023年，它的外形几乎没有改变。拿这辆车来说，依旧使用了圆形卤素大灯，照明情况极其一般。前减震使用了 KYB 倒置减震，原厂带有防尘罩，12厘米行程。前轮使用了辐条龙骨19寸100的轮胎。刹车系统使用了31厘米单碟盘，鲍鱼4活塞固定卡钳，配有可关闭的前后 ABS。后双减震同样使用了 KYB 预载可调减震，17寸150轮胎，辐条龙骨。后刹车卡钳用的是日清双活塞浮动卡钳。发动机是一台270度曲轴的水冷 900cc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7500转65匹，峰值扭矩3800转80牛米，5速变速箱链条传动。排气造型是一个双出高位攀爬排气，原厂配有防烫装置和消音器，以及金属拉丝质感。车架用的是钢管车架，而且冷却液加注口在下面。另外，它的油漆质感非常好，看着很细腻。原厂油箱两侧就有防滑贴。另外，整个车身的设计非常纤瘦，在一些轻度越野的时候，身体可以大幅度调整动作。基础的聊完之后，我们进入试骑环节。OK， 又到了试骑的环节。首先，这个是它的钥匙，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复古的钥匙呀！这个仪表盘是只能显示速度，然后下面的这个小的 LCD 的仪表可以显示档位、油量、小计里程、时间、转速表都可以从这儿显示。车把的按钮上面的按键就是可以调节模式选择，比方说小计里程、平均里程、平均油耗。下面是转向灯、模式选择、喇叭。这边是打火开关、双闪按钮，就这些，也没什么功能。它的功能其实并不多，但是有这个 ABS 和防侧滑。其实玩这种车还是要把这些多余的功能全部都关掉。OK， 我们先打一下火。现在我从这个按钮调节的这个 LCD 的仪表显示的是转速，你再按一下，它可以让你开启或关闭 ABS 和防侧滑，也可以选择公里数。反正这个按键就是负责调节这一块。这个 Mate 键是一个模式的选择按键，一般你也用不到。我们先把这个 ABS 关掉，打出来防侧滑，然后把这个 ABS 关掉。OK。ABS 和防侧滑全部关掉。关掉以后，我们试一下这个车。至于大家肯定好奇说这个排气烤不烤腿，其实是有一点烤腿，并不是说完全的不烤腿。听一下这个排气声音。这个排气的声音还是相当暴躁。OK， 先试一下车。它是一个5档的机器。其实这个车的配置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，只是看起来很复古，但是该有的都有，比如鲍鱼卡钳、KYB 减震、ABS、牵力控制、扭矩辅助离合，还有2个模式可以选择，也算一个很不错的配置。至于动力表现和操控，这个车在一些非铺装路面低速控车的时候并不是很好操控，原因是它的齿比非常密，扭矩爆发早。比如你在时速20到40这个区间控车，挂1档它的闯动感非常厉害，分分钟翘头打滑。
但是挂2档它又有一点脱档。当然，如果你的技术足够好，学成大油门干，你感受到的只有动力非常足，随叫随到。而在柏油路面骑行的时候，它在升档时动力介入点非常凶猛，会给你一种车很暴力的感觉。但实际上它的调教是扭矩爆发早，转速延展性差，也就是说低速动力随叫随到，但也很容易拉断油。其实这个感觉很符合攀爬车型的设定，而且街区骑行也相对舒服。至于整体操控，抛开它是一台低扭很足、易操控的街车之外，单说越野攀爬属性，其实很简单，就一句话：车重毁所有。但是较窄的车身也让它比一般纯街车更好控制。然后再说到前后减震器的适配，首先前12厘米形成的 KYB 减震器在街区骑行足够用，因为只是一些减速带，弯道的支撑力也足够。因为轮胎的关系，日常街区骑行也不会压得很低。至于非铺装路面的感受，前减震有一些压缩快、回弹慢，甚至是硬。连续的坑洼路段，弹手的感觉也非常明显。这个只是在非铺装路段的感受，街区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其实我可以理解，因为前减震如果过软，或者为了舒适压缩得很厉害，就会失去越过障碍物的能力，导致弹跳或者失去抓地力。后双12厘米形成的 KYB 减震器比前减震明显要更舒适，更有韧性，对路面震动的吸收也更积极，站立骑行也不会把后减震蹲到底。因为后减震器一旦太软，会影响出弯时的操作。最主要的是前轮会失去牵引力，同时导致摩托车转向不足、加速时翘头等等。凯旋在这方面的调教还是可以的。另外，这辆车坐高790，我可以双脚着地，165身高以上骑是没压力的，因为车身窄，它的干重是203公斤，油箱容量12升。视频最后，这台车经常第一把火容易打不着，冷车骑行很容易熄火。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个例？然后较窄的车身其实导致长途骑行有些不舒服，不太容易夹持，而且离合很硬。另外这个车吧，它是一个印度产的车，我有时候在想，到底是想买凯旋这个牌子，还是英国人坐车的理念，还是车好就可以，无所谓 R3还是萨瓦迪卡造。最后其实凯旋也生锈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